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萧红和婆婆怀了同一个人的孩子，婆婆知道真相后，竟然立刻打掉了孩子。这天，萧红去医院做产检，突然看到婆婆王兰坐在妇科门诊候诊的椅子上，跟旁边一个男人说话。她很好奇，婆婆来妇科做什么检查呢？萧红正在疑惑，婆婆已经看到她了，脸上有些尴尬，但很快恢复平和的表情，招手叫她：“萧红，你怎么也在医院？”萧红走过去，笑着说：“我今天来做产检。”王兰指着旁边的那个男人说：“这个是你冯叔叔，你还没见过呢。”萧红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，禁不住愣住了。那个男人是冯伟，是萧红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的人。婆婆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怪异的气氛，还在小声解释道：“最近我觉得身体不舒服，今天你冯叔叔陪我来检查身体，没想到竟然是有了。你看看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真的有点尴尬。婆婆，你竟然怀孕了。”萧红今年23岁，老公楚晨跟她同岁。萧红的公公几年前得了肝癌，很快离世。婆婆王兰今年才46岁，平时很注意保养，看起来只有30多岁的样子。萧红刚怀孕的时候，就听说婆婆要再婚了，当时她还挺高兴的，哪里想得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。萧红和楚晨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，楚晨比她高2届，他们是在一次剧本杀游戏中认识的。萧红和楚晨在故事里是一对情侣，先是互相试探，到后来互相为对方掩饰身份。也许是剧本内容给楚晨增加了光环，萧红不知不觉对这个总是微笑着说笑话逗乐的帅气男生产生了好感，而楚晨也是同样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爱，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。2年时间使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，两人都是丰市人。毕业后，楚晨选择回到家乡找工作。楚晨长相出众，人也非常踏实努力，没多久就在公司里当了小领导。2年后，萧红也毕业了，在楚晨的劝说下，也回到丰市工作。没多久，两人就结了婚。楚晨的父亲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的妈妈王兰当时才42岁。王兰在丰市一所中学里教英语，气质很好。萧红一直撺掇着让楚晨给婆婆再找个对象，这么年轻就一个人过，太可惜了。楚晨还笑她莫名其妙，哪有媳妇忙着给婆婆找对象的，真是狗拿耗子了。萧红和楚晨住的房子是楚晨父亲之前为儿子买的一套2居室的房子，就是为了给楚晨结婚做婚房。婆婆王兰一个人独居在他们之前的3居室的房子里，不过2座房子都在一个小区，很适合现在年轻人的理想状态，不和父母住在一起，但时不时可以回家蹭吃蹭喝，将来生了孩子也能让老人帮忙照顾。他们刚结婚那段时间，总觉得婆婆一个人独居十分孤单可怜，每天都回家去陪一陪王兰。哪知道他们慢慢发现，王兰不仅工作忙，而且业余生活比他们小2口还要丰富多彩。早上去打腰鼓，晚上跳国标，周末还要野营聚餐，完全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孤单寂寞冷。因此后来2个人就很少去看王兰了。结婚3个月之后，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小2口开心极了。楚晨原本最喜欢加班，也改变了习惯，每天早早回家陪着萧红，甚至亲自下厨为萧红做营养餐。看到丈夫对自己如此体贴照顾，萧红感觉幸福极了。
转眼7个月过去，萧红的肚子越来越大，身子越来越沉，眼看就要临产了，她便请了产假，在家里休息待产。每天晚上，楚晨都要陪着萧红在小区里走一走，算作运动。有一天晚上，萧红和楚晨吃完了饭，在小区里散步消食。萧红看到一对男女走在他们前面，两个人十分亲热暧昧。男人的手放在女人的腰部，有时还拍一拍女人的臀部，女人也用一只手环抱着男人的腰，看起来是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。萧红用手肘碰了碰楚晨，笑着说道：“你看看人家多亲热。”楚晨没有回答，萧红觉得奇怪，抬头看了看他。楚晨双唇抿得紧紧的，眉头紧锁，看起来气呼呼的。“你怎么了？”萧红不解地问。“没什么，咱们回家吧。”楚晨拉着萧红回了家。回到家里，萧红才猛然醒悟，那个女人很像是自己的婆婆王兰。王兰这天对小两口说，自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，为了将来老了有个老伴能互相照应，不麻烦小两口，她决定接受对方的求婚，重新组成家庭。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，萧红觉得可以接受，楚晨却像是霜打的茄子，一下子蔫了。萧红才知道楚晨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，他的意识里从来没有想到妈妈会再次结婚，因此有些接受不了。萧红一个劲儿地安慰他：“咱们不能光顾着自己二人世界，等有了孩子也许就更忙了，毕竟妈妈老了也需要人陪，你又不是失去了妈妈，你是多了一个爸爸来关心你。”好说歹说，楚晨的眉头才算舒展开来，婆婆要结婚这件事也被提上了议程。从医院回家之后，萧红就一直惶恐不安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楚晨觉得她怪怪的，是孩子有问题吗？你今天怎么失魂落魄的？萧红笑得很勉强，只是说自己觉得累，没啥问题。楚晨又说，我妈说今天在医院遇到你了。萧红一惊，她说什么了吗？楚晨脸色很难看，小声说，我妈今天去医院检查身体，竟然怀孕了，不过她不打算要，明天要去做流产手术。萧红稍微放了点心，心里明白今天婆婆在妇产科医院做检查的事情无意中被自己发现，她怕楚晨会不开心，干脆自己先跟楚晨说了实情。看来这个方法还挺好的，总比楚晨自己后来发现强些。萧红犹豫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跟楚晨说出实情，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真的有必要说吗？萧红内心纠结不安，一夜未眠，最终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。楚晨是个传统的男人，连他自己母亲再婚都那么难过，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一定会影响他们夫妻感情的。日子就在萧红忐忑不安中一天一天过去，终于到了临产的那一天，她在产房里整整疼痛了3个小时，紧张、痛苦、失控，到最后生产之后的虚脱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新生儿的那一声清脆的啼哭之后烟消云散了。护士把孩子抱到萧红的面前时，她虚弱地笑了。看着她憔悴的样子，楚晨眼眶红红的，愧疚地说，老婆，你受苦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和儿子好的。楚晨没有食言，他特地请了假，每天在医院里照顾萧红和儿子，细致体贴到令萧红感动。婆婆也是非常高兴，眼看着儿子有了后，王兰的心情极好，对这个儿媳妇别提多关心了，每天都是自己亲手为萧红做月子餐，抱着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。萧红觉得自己特别幸福，老公体贴，婆婆通情达理。就在她觉得大局已定时，医生的一句多嘴，
让她的世界整个的天翻地覆了。在医院住了1个多礼拜，终于可以出院了。萧红抱着儿子，婆婆收拾了病房里的衣服被子，拿了一堆东西。婆婆的对象冯伟英婆婆的要求也来帮忙，产科的医生正好过来查房。楚晨对医生连连道谢，医生笑着说：“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她这第2胎算是很顺利的，一般头1胎生起来才是最难的。”冷不防听到医生这句话，萧红的心一下子炸裂般的疼痛，脸色煞白。楚晨和婆婆都愣住了，冯伟偷偷看了看她，低下了头。一家子沉默着上了冯伟的车。楚晨原本说要去饭店里庆祝一下的话也不再提了。回到家里，楚晨一下子就发作了。第2胎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仔细看了你的诊断报告，你之前不但怀过孕，还生过孩子。你上大2我们就在一起了，那时候你才多大？你到底啥时候生的孩子？楚晨的脸被痛苦和愤怒扭曲得变了形。萧红知道他已经气到极点，她很后悔没有早点把这件事告诉楚晨，小心翼翼地守护了那么久的秘密，最终还是被发现了，真的好不值得。萧红出生于富裕的家庭，在她上小学的时候，萧红爸爸出轨，把财产都转移给了小三，小三却卷了钱一跑了之。萧红的妈妈本来就是看中她爸爸的钱才嫁给他的，一看萧红爸爸没了钱，马上就离婚，重新找了个有钱的老头改嫁了。萧红爸爸从有钱人变得一无所有，又是酗酒又是赌博，很快得了肝癌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剩下萧红一个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爷爷奶奶重男轻女，思想严重，对萧红根本不怎么管。16岁那年，萧红就不愿意去上学，跑到大城市找了一份在商场里卖服装的工作赚钱养自己。萧红长得很漂亮，初中时候就不乏追求者，但她因为爸爸出轨的事情，对男人缺乏信任，可内心深处又很渴望有人能真正爱自己，关心自己。就在这种矛盾心理之中，她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了很多的男人，那个人就是她打工的那个服装店的老板。因为是同乡，她的年纪又小，老板对她很照顾，使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。慢慢的，她对老板竟产生了依恋之情。老板虽然已经40出头，萧红从没有见到他老婆来店里，老板平时也从未提过自己有老婆的事情，而且他也没有孩子，因此他觉得老板一定是单身或者离异了。老板人这么好，如果能和他结婚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有一天晚上，老板进了一批新衣服，让萧红帮忙试穿，想要拍点照片做网店的广告。老板说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会在工资以外再给他一笔钱，萧红当然也很乐意。老板在酒店开了间房，拿出了10几套衣服让他换着穿，年轻貌美的萧红穿哪一套都很好看，其中一套黑色的吊带裙子她穿上特别出挑，粉嫩的双肩上纤细的黑色带子引人遐想，特别是低低的胸口那一片雪白和高挺让人移不开眼光。老板突然说，带子略有些松，我帮你弄紧些。老板走到他身后，双手覆盖在他胸口那一片柔软之上，把他紧紧抱进怀里。萧红轻轻哼了一声，像是挣扎，更像是诱惑。老板一把抱起他，扔到了那张席梦思大床上。那天之后不久，萧红就怀孕了。老板非常高兴，立刻租了一套房子给她养胎，不让她再去店里干活。萧红开开心心地度过了这9个多月，为老板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。原以为接下来就能顺理成章地嫁给老板，成为老板娘，这时正牌的老板娘出现了。
老板和老板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跟他谈了很久。他们夫妻都是农村里来的，一无所有来到大城市打工，靠出苦力赚了点钱，白手起家，慢慢的收入渐渐多了起来，有了自己的服装店，成了老板。但不知道为啥，老板娘怎么也怀不上孕，吃药打针做手术，钱花了一大堆，什么效果都没有。一转眼两个人都过了40了，想要靠自己怀孕看来是毫无希望了。可对他们来说，没有后代就没有任何希望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年轻天真的萧红应聘到他们服装店里，对人毫无防备，很快就把自己的情况都告诉了老板。爸爸去世了，母亲早已改嫁，爷爷奶奶并不关心他，自己一个人到大城市打工。得知这一切之后，老板娘心生一计，想到了代孕。在中国代孕是违法的，找私人黑诊所做代孕又不放心，还不如就让老板跟萧红生个孩子，自己养大，将来也能老有所养。就这样，老板辞掉了所有的老店员，老板娘从来不在店里出现，让萧红以为老板没有老婆。老板对萧红嘘寒问暖，让已经没有感受到亲情的她立刻就动了心。很快，她就爱上了老板，心甘情愿地为老板生下了孩子。萧红听完如雷轰顶，这时候她才知道，从始至终老板对她好，就不是因为爱情，只是为了能有个后代。最后，老板和老板娘给了她一大笔钱，让她保证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出这个孩子的事情。萧红拿着钱离开了大城市，她左思右想，继续打工说不定还会被人欺骗，没有文化，在社会底层能有什么前途呢？既然自己已经有了钱，不如就回到学校，好好学习。被社会毒打之后，萧红学习起来非常努力。本来她就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很快她的成绩就有了飞跃，最终考上了大学，成为一名大学生。萧红还承认，通过剧本杀游戏认识楚尘也是她刻意而为的。当时楚尘比自己高了2届，是学生会里的骨干，长得很帅，很受女生的追捧。萧红也注意到了他，她发现楚尘因为眼光很高，所以还没有交女朋友。最重要的是，楚尘跟自己是老乡，来自同一个城市丰市。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，跟不是同一个城市的人谈恋爱就是玩，异地恋很难维持，所以毕业就会选择分手。而此时的萧红想要一个家庭。萧红打听到楚尘酷爱玩剧本杀游戏，特意买通了店员和主持人，在楚尘去玩游戏的时候，把自己跟他安排成 CP 玩家。她长得漂亮，在服装店工作的时候也学会了搭配服装和打扮自己。那天她特意打扮了一番，果然吸引到了楚尘。就这样，楚尘终于成了她的男朋友。楚尘无比惊诧，自己心目中纯洁上进的白莲花竟然有这么多的黑历史，而自己跟他的相识也是被设计的。愤怒至极的楚尘在孩子满月之后立刻提出了离婚。萧红已经料到了这个结局，显得很平静。萧红最后告诉楚尘，冯伟正是当年骗她生孩子的那个服装店老板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在丰市再次遇上冯伟，而且他竟然成了自己婆婆的未来老公。但从见到他的那一天起，她就已经知道，总有一天，不光彩的过去会被揭破，会将她对未来所有的梦想都击得粉碎。与其不肯放手与楚尘互相折磨，不如放对方一马，让他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而自己也该负担起应该负担的责任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冯伟只得向王兰说出真相。原来当年他和老婆骗萧红生下女儿之后，自己的心眼就活了，
不能生的是老婆，自己完全可以再找年轻女孩结婚，多生几个孩子，为啥要守着不能生的老婆呢？他和老婆离了婚，萧红生的女儿归了老婆，财产也分割了。服装店留给了冯伟，积蓄给了他老婆，老婆拿了钱回了老家，冯伟自己一个人留在大城市打拼。但服装店的生意其实都是靠老婆的眼光拿货，客户也都是更加信任老板娘。老婆走后，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，最后只得关门大吉。后来他做了很多行业，都不成功。大城市高昂的房租他负担不起，附近的丰市是不错的选择。他在丰市的一家服装厂里打工，日子勉强过得去。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再找个人结婚生孩子的想法。没有了钱，也没有了老板身份，年轻女孩自然不可能看上他这样的人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找年纪大一点的。他便开始打起那些喜欢跳舞的中年人的主意。他和王兰就是在跳交谊舞的时候认识的，因为王兰看起来非常年轻，他觉得王兰肯定能给自己生个儿子。没想到王兰比他想象的大了很多，他本来想分手，但王兰突然怀孕了，这才决定和王兰继续交往下去。王兰本来就没打算留着这个孩子，得知真相之后，立刻打掉了孩子，和冯伟彻底断绝了关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